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那在几个月前我就拍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5个你需要知道有关九运的事情。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 ，OK 去看。那个视频就得到了大家的蛮热烈的一个反馈大家都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那当然我在留言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也开始对这个九运产生了焦虑，他们会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九运，或者这个九运它是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会发生一些这样的状态，会影响他们自己本身的人生或者他们的一些事业的状况。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5个在进入九运的时候你需要具备的能力，以让你去应对九运它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或者一些趋势。那首先第一个你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一个应变的能力。那为什么说应变呢？因为其实在九运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视频的话，它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速，变化无法捉摸，变化不断的在发生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样子的年代唯一的一个法则就是你一定要变，你要可以接受所有的改变，所有的时代的变迁。那这个改变会发生在哪一些方面呢？我们通常是九运的话，会影响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比较大的一个层面的影响。那可能是我们整个市场环境的偏好，或者可能一些企业文化的改变，或者市场消费习惯的改变。那如果来到个人层面的话，可能我们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对生活的一些要求也会开始改变。所以无论你是本身打工的话，还是你是创业的老板，你都需要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变化，来去应对这些变化。那在接下来的20年这个变化会更加的快速。相对于之前的年份的话，不同的运，九运它的变化是更快的，更多元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的架构会开始变得比较扁平化。你会看到很多人开始不太追求这种有明显阶级的，或者不断可以往上爬的一个公司文化。他们会开始比较追求的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比较流动性的一个工作性质。所以可能他会比较偏向自由工作的他可能是一个自由工作者或者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生意一些 side job、side gig。因为这个年代有更多人会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他们不再是向往那种朝9晚5的一个工作文化。所以无论你是打工的还是老板，尤其是老板，你要去想你要怎样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变化，可能就是科技上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的技术，在每隔1年几个月就有新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新的技术出现，影响了整个工作的一个文化。最明显的可能就是之前我们有那个 AI， 就是好像 ChatGPT 这样子影响了很多原本的一些工作岗位开始会被取代。那老板也要去想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些工具来提升你们公司的生产的效率。所以如果在九运你没有这个应变的能力的话，你是很快就会被这个市场、被这个社会所淘汰。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九运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有的能力就是可以应变的能力。不要再这么的执着，不要再这么的固执，觉得以前的那一套才是对的。OK， 我们要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去应对所有的变化。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沉着的能力。那怎么说呢？因为在九运它其实就是一个火能量非常强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火会导致每个人的心情都会非常的浮躁，非常的焦躁，所以他很容易就会与别人产生一些冲突、一些争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每个人更要学会的是要如何去沉着，去面对这些当别人真的是对你发飙，或者可能对你生气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可以沉着的去可以忍，可以沉着出气，去应对这些外面的浮动非常焦躁的一个能量。那其实这个能力是不难，如果你真的要培养的话，就是有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不要立刻反应，
就是可能你的同事或你的老板跟你说了一句话，或者发了一封电邮跟你说了一些什么，你不要立刻反应，你给他一点时间，等那个能量过了，因为他可能就是说了一些话或者一些负面的话来激起你的一些情绪，那你就让这个负面的，让这个可以激起你情绪的这个东西，让它过一段时间，让它消散一下。那你等它过了一段时间，你再来回应它，你的头脑会比较清醒，你的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那你就不会陷入这种不健康的一个循环里面。时间久了，你就会培养出一种比较沉着的能力。那第三个我们需要学习的能力其实是一个呈现的能力。那这个呈现能力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如何呈现自己。它包括了我们每天是怎样去表现自己，怎样去跟别人沟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在衣着上，我们的个人的气质，我们整个人的装扮，其实都是在九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我不是变得非常肤浅吗？因为你只看别人的外表，或者别人的一个衣着，或者他如何呈现自己。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别人还是会做，因为在九运每个人都会抢着要那个关注力，每个人都会抢着要呈现。那如果你本身真的是有能力的，你本身真的是有料的，那你不是更应该要让别人知道你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吗？你真的可以帮到其他人吗？所以这个所谓的呈现的能力你也不要把它当作是非常负面的一个能力，因为它其实也是包含了你如何去表达。好像我现在在镜头前跟你表达，或者我站在台上，我如何去呈现我要讲述的一些内容，或者我们有一些演讲，我可能在公司里面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你现在公司要你去呈现某一个项目，可能要跟客户来表达你们公司要如何帮到他们，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本身没有这个呈现的能力的话，你就可能会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了，因为在九运的时候，总会有人会要抢着去表现的。那如果你本身真的是有能力的，你真的不要去害怕去做这个呈现，让别人看到你。好像我在咨询里面我真的很常会看到有很多客户其实他们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好，他们的一些技能一些潜能都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他们往往就觉得，我不要给人家看到，我要躲起来，我的能力，也没有怎样，我不需要给人家看到，我自己安安静静的做就好了。那在九运可能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吃亏。那来到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习的能力，就是一个平衡的能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在九运我个人觉得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这种火的能量它导致每个人都会比较焦虑，比较焦躁，比较心急，所以很容易呢就会产生某一种心理状态，他们的心理压力都会比以往更大。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20年，我们要如何去平衡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健康、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感情，在各个方面你要可以去平衡它，然后让你整个人的整体的身心健康是比较好的，将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能力。当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各个方面的话，然后同时因为你要想这个九运它的能量是会影响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如果你在每个方面你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它，那其实你真的会比较大的压力，然后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平衡是一个关键。如果你之前你可能把你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的话，是时候让一点时间给你的家人或者给你自己本身。好，这就是第四个，我觉得进入九运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学习的一个能力。最后我们就进入第五个需要学习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灵性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进入九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种对立，可能是男跟女的对立，或者左跟右的对立，可能也是阶级的对立，就是上司跟员工，还有可能是宗教的对立，也有可能是一个种族的对立。因为这些对立种种的对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个火的一个能量所导致他们加剧。
我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这种对立，而是在接下来的20年，这种的对立会更加的显化，更加的激烈。那我不是要去恐吓大家，所以我提供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呢要看破这些对立，我们不陷入这种对立里面。当你可以看破这种所谓的对立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提升了你某一种灵性上面的一个能力。你要想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一个人，我们可能都是从一个小 baby 慢慢成长到一个成人。我们在成长的经验里面，我们成为大人的时候，我们开始执着于某一些观念，我们开始执着于某一些论述，某一些观点，我们觉得我才是对的，我相信的才是对的，对方其他人都是错的时候，这个对立就会开始产生。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去想的话，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所谓的你的是对的，他的就是错的。我们用老子或者用道的一种观念来讲的话，所有东西都是阴跟阳，没有阳的话不会有阴，没有阴也不会有阳。你所谓的左，你没有左也不会有右，没有右也不会有左，没有男也不会有女，没有女的话也不会有男。我们要看到就是它只是一个观念，它描述的只是有这一派也有这一派。我们不代表我们就是要坚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区分，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是不能在一起的，因为少了其中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它也不能存在，它也没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个人是其实非常喜欢中国玄学这个所谓的阴阳的概念，这种所谓的两面。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只是说只要某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另外一方面。真正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这两边我们都可以非常的圆融和谐的相处，我们都是在取一个中间点，英文叫 compromise。我们要讲 work together， 要如何互相合作，可能我退一步，你也退一步，或者我可能这一个方面我有一个坚持，你可以理解，那他也有他的坚持，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退一步，然后我们就互相来去合作，去完成，去配合，这就是整个这所谓的阴阳的这个概念。所以在9运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要多训练自己真的不要这么容易的陷入这种对立，你们要时常可以跳脱这个对立，然后看破这个对立，你要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然后我们要去想我们要如何继续往下走，如何继续往未来走下去。好，那以上呢就是5个我觉得大家在进入9运的时候都应该要学习的能力。因为9运其实也不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只是通过这样子的分享我们就理解了9运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自己更好的去准备，更好的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是20年，所以也是蛮长的啦。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去做更好的一个准备的话，就会非常的好。那希望我这一期视频呢，对大家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OK，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